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猫。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小资金到底应该怎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本期的内容不是一夜暴富的秘籍，都是老猫我这些年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一些实话，希望能帮助大家少走点弯路，稳稳当当把小树苗培育成为参天大树。大家好，欢迎来到老猫指标，是一个分享技术交易的频道。在老猫看来，小资金的成长之路，关键在于避开那些常见的坑，并遵守一些朴素但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和盖房子一个道理，地基打不牢，楼盖得再高也容易塌。第一个秘诀，坚守高概率的交易机会，宁缺毋滥。很多新手朋友刚入市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误区，觉得交易做得越多，钱就赚得越多。老猫我刚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也是这样，恨不得一天到晚都守在电脑面前，想抓住每一次价格波动。结果呢，一天下来做了10几笔交易，甚至几十笔交易，不仅身心俱疲，交易账户也往往是亏损的。为什么会这样？你想想，市场上真正值得出手的高质量交易机会，一天能有几个？当你试图抓住所有波动的时候，你必然会降低自己的标准，甚至开始意淫行情，强行给自己的交易找理由。这样的交易质量肯定不高。更何况每一笔交易都有成本、点差、手续费，这些都会慢慢侵蚀你宝贵的本金。所以老猫我这18年的经验告诉你，小资金想要成长，首先得学会挑食，要专注那些符合你交易系统成功概率高的交易机会，耐心等待，就像一位老练的猎人等待猎物进入最佳射程一样。每一次在准备开仓之前，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有什么理由让我不做这笔交易？如果你能找到充分的理由不做，那就果断放弃，这样能够帮助你过滤掉很多质量不高的交易，提升整体的胜率和效率。记住，市场的机会永远都在，但你的本金是有限的，不要浪费在那些不值得的冲动上。第二个秘诀，初期莫看金钱，只看风险回报和交易过程。这一点听起来可能有些反直觉，我们来到这个交易市场，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怎么能够不看钱呢？但老猫我告诉你，尤其是在小资金起步阶段，如果你过分关注账户金额的变动，你的心态就很容易被左右。举个例子，你刚做了一单赚了点钱，是不是就开始提心吊胆，生怕利润回吐，想着落袋为安？结果呢，错过了后面更大的涨幅。反过来，如果亏了钱，是不是又急着想扳回来？结果越做越错，亏损进一步扩大。这些都是因为你太在乎钱这个结果了。专业的交易者，他们更关注的是风险回报比和交易的过程。你可以把每一笔交易的潜在亏损看作一个风险单位，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 1R。 你的目标盈利应该是 1.5R、2R、3R、5R 甚至10R。 这样即使你的胜率不是特别高，比如说只有 50%， 甚至低于 50%， 但只要你的平均盈利大于平均亏损，长期下来你的账户依然是增长的。所以老猫建议，在小资金阶段，不妨把交易看作一场修炼，专注于打磨你的交易系统，严格执行你的交易计划，控制好每一笔交易的风险，不要因为1、2天的盈利或者亏损大喜大悲。当你把过程做对了，盈利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老猫从不炫耀自己某天赚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远比1、2次的暴富更重要。第三个秘诀，克服心魔，学会让利润奔跑。这是交易里最难的一环，也是对人性的极大考验。很多交易者
包括老猫年轻的时候，都犯过这样的毛病：亏钱的单子死扛，赚钱的单子拿不住。一看到账户有点浮盈，就心痒难耐，生怕到嘴的鸭子飞了，赶紧平仓。结果呢，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性天生厌恶不确定性，喜欢落袋为安。但交易市场往往是反人性的，真正能让你的账户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往往是那些你抓住了并且坚持持有的大趋势行情。如果你总是赚点小钱就跑，那么你需要极高的胜率才能覆盖掉那些不可避免的亏损。这对于大多数交易者来说太困难了。所以老猫经常说，要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怎么做到呢？首先，进场前就要设置好止损，这是铁的纪律，防止小亏拖成大亏。其次，当交易方向做对的时候，并且行情如期发展，要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和不确定感，给利润充分的增长空间。你可以采用移动止损的方式，在保护已有利润的前提下，尽量去捕捉趋势的延伸。这个过程会很煎熬，因为行情不会一帆风顺，中间肯定有回调，会非常考验你的持仓信心。但只有克服了这种心魔，你才能抓住大的机会。第四个秘诀，大道至简，初期专注一种交易策略。现在市场上的交易策略五花八门，各种指标理论层出不穷，很多新手容易陷入一个怪圈，就是不断学习新的策略，每一种都浅尝辄止。今天听说 A 策略不错，用了几天亏钱了，赶紧换成 B 策略，结果 B 策略也不行，又去学 C 策略，结果到最后哪个策略都没学精，账户始终是亏损的。老猫这18年也研究过不少交易方法，老猫的体会是，交易策略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深刻理解它，并且这种策略是否与你的性格、与你的时间安排相匹配。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策略都要经过足够时间的校验和优化，才能为你所用。对于小资金的交易者来说，老猫我强烈建议，在初期阶段一定要专注，选择一种你相对容易理解并且逻辑清晰的交易策略，然后花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去回测、去实盘。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各种问题，也会对这个策略有更深刻的认识。只有当你把一种策略真正吃透，形成了肌肉记忆，你才能够在实战中灵活运用。等你把一种策略做精了，账户也会稳定增长，再去考虑学习和拓展其他的策略，到时候盈利才会水到渠成。万般武艺不如一招鲜，在交易初期尤其如此。第5个秘诀，资金安全是生命线，时刻保护好你的本金。对于小资金账户来说，本金的安全性是压倒一切的，因为本金少，抗风险能力就弱，一次大的亏损就可能让你元气大伤，甚至失去继续交易的信心和资本。老猫见过太多有才华的交易者，最开始的时候大赚，但最终都黯然离场，不是因为他们的分析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资金管理，在某一次或某几次交易中栽了致命的跟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资金呢？首先就是老猫反复强调的严格执行止损，这是防止小伤口变成致命伤的第一道防线。其次，要控制好仓位，不要因为对某一笔交易特别有信心就下重注甚至全仓。记住，市场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任何交易都有风险，
合理的仓位管理，才能让你即便在判断失误的情况下，损失也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还有很多新手容易忽视的就是连续亏损的应对。有的时候并不是你的策略出了问题，也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市场环境暂时不适合你的交易方法。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停下来反思，而是继续头铁的交易下去，很容易陷入亏损的恶性循环。所以老猫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规矩，当连续亏损达到一定的次数或者金额，老猫就会强制自己停止交易一段时间，冷静下来，分析原因，调整状态。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感觉哪里不对了，就得靠边停车检查，而不是继续盲目开车。保护好本金，你才有机会在市场里打持久战。第6个秘诀，放弃追逐每日盈利目标，让过程决定结果。很多新手朋友喜欢给自己设定每日的盈利目标，这看起来很励志，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适得其反。为什么？因为市场不是提款机，它有它自己的节奏，并不会每天都给你送钱。如果你设定了每日盈利目标，一旦某天达不成，甚至亏损，你的心态就容易失衡，可能会为了追赶目标而进行一些计划外的风险更高的交易，结果反而亏损更多。这就像减肥一样，今天没忍住多吃了一点，就想着干脆破罐子破摔，明天再开始。老猫的做法是不刻意追求每天必须赚多少钱，老猫的关注点在于交易系统平均下来能带来什么样的正期望值。老猫会根据自己的交易策略，通过大量的回测和实盘数据，估算出老猫的系统在一段时间内大概能产生多少 R 的盈利，然后根据自己的期望值设置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反过来推演每一笔交易应该承受多大的风险。举个例子，假设你的系统一个月平均能净赚10R， 你的月度目标账户是增长 10%， 那么你只需要确保你的交易过程严格按照系统执行，风险控制在预设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月度目标就有很大概率实现。至于今天是赚还是亏，赚多赚少，那只是过程中的正常波动。这样做的好处是，你把注意力从不可控的每日结果转移到了可控的交易过程上。你只需要专注于执行好你的策略，剩下的交给概率和时间，这会让你的交易更从容，心态也会更平和。老猫这么多年见过太多因为追逐短期目标而迷失方向的交易者。记住，稳健的成长来自于对正确过程的坚持。最后结语，小资金的成长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耐心，需要纪律，更需要持续的学习和反思。交易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100米冲刺。笑到最后的往往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跑得最稳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正在小资金道路上奋斗的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谢谢收看，祝大家交易顺利，账户长红。最后可以加入 YouTube 的收费频道，在油管上订阅之后，登录 Discord， 然后绑定自己的 YouTube 账号，就能自动进入对应的 Discord 频道。如果你订阅的是每月一杯咖啡学技术分析，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常规分析这个频道。在这里，老猫会对标的进行每周分析，发表一些看法，然后提供一些建议。同时，作为 YouTube 的收费会员，也会有专属的交流频道。如果你订阅的是每月2杯奶茶学技术交易，那么除了常规分析，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专属的当前焦点的频道。在这里，老猫会分享一些老猫觉得有潜在机会的标的。
如果你订阅的是老猫答疑解惑，除了日常的分析、当前焦点，还可以看到一个额外的会员闲聊频道。在这里，你可以直接和老猫交流，可以提出各种问题，也可以要求老猫分析你的标的，以及各种技术交易，甚至投资方面的问题。最高一等级是感谢你的支持进 VIP 群，那么你就可以访问老猫的 Discord 的所有频道。除了常规分析，你还可以在交易记录里看到老猫的开仓、平仓以及操作记录。还能在交易记录频道里查看到所有的操作，包括开仓、平保、止损、止盈等等。同时还可以看到老猫的每周总结，这一周的开仓、平仓数量，对一些平仓的标的做一些点评以及深度的思考。要加入免费交流群的，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邀请链接，或者扫描视频的二维码。需要加入收费频道的，可以直接在 Discord 上私信老猫。